兔子一把扯开猴的肚子，从里面掏出一块宝石，猴子的尸体也成了他所驱使的傀儡。12大战进行到现在，只剩下了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这5名选手。最新死亡被兔子当成傀儡的蛇和龙是双胞胎，两人又被称为断嘴兄弟，联手盗去了数不胜数的珠宝店和博物馆。弟弟作为蛇，能够感应大地，轻松潜入目标地点；哥哥作为龙，有飞行异能，经常能在被发现之前带着弟弟逃之夭夭。搞钱是他们人生的最大目标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盗窃活动成了兄弟俩之间的鱼性比赛。吉田家族的龙和蛇的战士代代都是双生子，兄弟俩是这一代默契度最高的一对，于是被选为了龙和蛇的代表，参加下一季的12大战，互相厮杀到只剩最后一人。这对从小一起长大、关系亲厚的兄弟俩来说，无疑太过残忍。兄弟俩这次又盯上了团伙走私精品的仓库，哥哥翻找了半天没发现什么值钱东西，听到动静窜到上空一看，自己的倒霉弟弟正因为抢了一只蜥蜴正被追杀。弟弟跑到对方易燃物的仓库里，撒油点火，威胁走私犯把蜥蜴让给自己，不然他们就被一起炸成烟花。走私犯根本不吃他们这一套，眼看弟弟是真的要动手，突然一阵风吹来，仓库瞬间断电，一片漆黑。弟弟被哥哥拽到了安全的地方，照顾弟弟可是哥哥的义务。弟弟趴在哥哥背上，飞到半空，扔下打火机，笑着看走私犯炸成烟花。12大战当天，兄弟俩是最早到达会场的选手。弟弟提议他们埋伏起来去偷袭别人，第一个死的该是多么鲁莽的冒失鬼。两人乘坐电梯来到会场，伪装成服务员的兔子已经到了。羡慕兄弟俩的关系，兔子一上来就要和他们做朋友。虽然这人看上去脑袋不正常，但兄弟俩还是亮出武器准备应战。拥有地面感应的弟弟感受到了猴子在地下的异动，而就在他回头想通知哥哥的瞬间，脑袋被兔子削了下来。哥哥急忙退开防御，眼看两人的大战即将爆发，牛在此时进入会场。就这样，蛇成了自己嘴里第一个牺牲的冒失鬼。时间回到12大战的现在，已经变成傀儡的猴子闯入给蛇烧成火海的大楼，一脚踹开地下室，把早已窒息而死的马托给了兔子。秒杀羊的虎妹也在街上遇到了无头的蛇，喷射器发射火焰朝虎妹烧去。虎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做出扑击的姿势后，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切断了蛇的右臂，将喷射器抢到手，对着嘴蹲蹲蹲，把里面装的酒精喝了个干净。没头的蛇都看傻了，单手做出了蛇拳的动作。见此，虎妹有些兴奋起来，打算和蛇认真的一较高下。然而他等了半天也不见蛇再有其他动作，不由得失望，看来真是一具死尸而已。虎妹扛着酒精罐子潇洒离开，正巧牛也到了现场，一刀砍断了蛇的另一只手臂。见蛇还在地上锲而不舍地蠕动着想要站起来，牛打算将其双腿也跟着砍了。然而虎妹听到动静回头，见来人是牛后，突然脸色大变，不由分说地做出扑击姿势，狠狠地盯着牛。然而就在牛打算延后处理蛇的尸体，迎战虎妹之时，异变突然发生了。蛇被砍断的2根手臂突然跳起，死死勒住了牛和虎的脖子。没想到兔子这个死灵法师已经厉害到能让一只手单独行动的程度，手臂的力量大到邪门，勒得两人几近窒息。牛拿着刀不知道如何下手，再看虎已经开始口吐酒精了。牛突然心生一计，危急关头向虎妹寻求短暂的合作，只要能过了眼前这关，他就答应和虎妹进行1对1的决斗。虎妹答应，于是牛把刀直直扔向虎妹，刀锋划过地面的火星，点燃了虎妹吐出的酒精。虎妹惨叫一声，火焰瞬间蔓延了她的上半身。这场闹剧全被漂浮在半空的龙看去，他的弟弟还真是被利用了个彻底，烧死了马，还即将掐死牛和虎。如此破格的盛大战果，蛇在生前都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。一直躲在空中也不是个办法，龙也得想想今后的对策了。1年之前，两人在某国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一家制药厂长期伪装成福利机构，在有组织的招募孤儿进行人体实验，甚至干着贩卖人口和倒卖器官的勾当。哥哥潜入制药厂，见到了其中的一对兄弟。弟弟因为药的副作用而长期失明，在此次新药成功之后，就不再需要孩子了，孩子体内的副作用也不会再管。制药厂想找机会和本地黑帮划清界限，但黑帮突然向其索要高额的封口费，准备在明天进行最后的交易。因为对双方的不信任，双方势力分别雇佣了兄弟俩作为保镖，而兄弟俩也盯上了双方作为交易的巨额封口费。交易时，双方果然起了严重冲突，彻底撕破脸。而等到双方得意洋洋地搬出自己的后援时，才发现2个后援长得一模一样，这时他们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兄弟俩当场反水，大闹一通，将交易现场变成了冰与火的地狱。首领从现场逃向存放巨额现金的金库，然而兄弟俩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他们放火烧毁了制药厂，抢走了现场的所有现金，并导致数名无辜市民受到牵连。因为兄弟俩惨无人道的屠杀暴行，损害了甘芝12家的国际信用度而被告上法庭。审庭当天，弟弟告病没有参加审判，而作为代理人的哥哥
对法庭的控告毫无意义。战场上平民受到牵连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吗？但说他们屠杀雇主就不对了，他杀了弟弟的雇主，弟弟杀了他的雇主，这本来就是合约上的内容。法官觉得兄弟俩并非普通的杀人犯罪那么简单。这对兄弟偷取独裁国家的财宝分给穷苦的市民，劫空地下赌场的现金分给福利院受苦的孤儿，从企业偷取的现金发给穷苦百姓，制药厂抢夺的钱财也全部分给了因人体实验而失明的兄弟俩。比起杀人犯，他们更多的时候被称为劫富济贫的义贼，然而背后的真相只有他们两人知道。分到财宝的市民开始因为抢夺财宝而恶斗，黑心的院长私吞孤儿院的所有钱财，但企业为了夺回利益杀了不少平民。制药厂事件过后，医院为了掩盖丑闻，出高价委托他们干掉和人体实验有关的所有人。就在那对兄弟的弟弟恢复视力的当天，他们放火烧了整栋大楼，导致哥哥为了救弟弟而牺牲。1个月后，又特地回到火灾现场，将钱作为赔偿扔给了前来祭祀哥哥的弟弟，亲手打破了弟弟对义贼的向往。他们才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义贼，只不过是为钱而生的恶人而已。检察官觉得他们的举动并非出于善意，更没有作为战士应具备的正义感，靠着犯罪积累财富，而散财不过是一种消遣娱乐。哥哥从容不迫地反驳检察官，他们可是甘之12家族的成员，12家族一旦接到委托，不论是战争犯罪都义不容辞。正义的定义有很多种，检察官口中的正义与恶究竟是以什么为标准的？审判结束之后，哥哥回到家里，装病的弟弟正在阳台烧烤送别蜥蜴，吃了2口觉得真难吃。12大战的邀请函正好送到了手上，他们等待的一天终于到来。没想到大战还没开始，弟弟就被杀了个彻底，还被利用了个彻彻底底。牛用刀点燃了虎妹吐出的酒精，虎妹挣脱束缚之后，又将着火的衣服扔给牛。尸体被烧焦之后，总算是不会动了。虎妹气冲冲地跑来找牛问罪，但是现在两人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对付蛇的尸体。如果只是单纯的切碎的话，依旧会重蹈之前的覆辙。在高空将一切看到眼里的龙找到了出场的机会，这个局面并非没有办法应对。蛇被下达的首要任务是杀了鼠，如果他们能发现这一点并分开行动，战斗就会很快终止。龙的心中有了盘算，那就拜托他的亲弟弟拖住最难缠的2人，他先去解决其他人了。